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10月15号，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从技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的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我们呢从两个方面来去聊一下美股行情。第一个方面呢是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继上周五的一根大阴线之后呢，其实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轨迹呢都在 Lucy 的一个预判之内。那我们现在看指数呢算是在这个位置稳住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是今天要去讲解的一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去看一下热点股票。那像最近呢 Lucy 有跟踪特斯拉、SOUN、那 Circle、Coinbase。还有 PLTR 和 CRWV。 那如果说咱们的粉丝朋友呢想要 Lucy 去分析哪一只股票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那我看到后下一期视频会为你讲解。那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行情走势。首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只有知道纳指它如何运行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一个手里的仓位，包括说一些股票的一个走势。那首先呢，纳指我们在上一期视频里呢有跟大家去讲就是说这一根大阴线呢，我们给它一分为二。那我们参考的一个位置呢就是22,656这个整数点位。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周一的时候呢，它是走了一根小小的一根这个阳线。其实呢它收盘的时候是有站上的，但是这个位置呢其实它的一个空间我们来画一下。其实上个星期五呢它的一个高点是在23000点这个位置但是呢指数的一个运行方式它是从上到下的。那么在这个跳空高开，而且呢是一个阳线的一个收盘的话，等于说它运行的轨迹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周五跟周一的一个走势呢形成了一个微型反转。那这个微型反转呢，其实在夜盘和这个盘前的时候呢，跳空是略过了这一段。那正常情况如果说它能走出一根阳线之后呢，再打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如 Lucy 所说，它是走了一个强势的。但是现在呢，等于说它一步到位了，2天合并成1天走到这个位置，所以说等于说呢算是一步到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一步到位之后呢，其实我是有一点担忧的，因为它在一步到位之后呢，它需要在下半部分去做一个震荡。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这个指数，它现在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指数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反弹，然后再下来，然后呢现在是收盘在这个位置。它具体说能不能在这个突破呢，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关键。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 W 形成，这个 W 形成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它一定要过掉这个颈线位。那么这个颈线位是哪里呢？就是刚好是22,656，还是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纳指呢，如果说它能形成这样的一个 W 然后上行的话，那从而呢再吞噬掉我们的一个大阴线的一个位置的话，那相对来说呢这个风险呢就解除了。但是当下这个位置，现在我们说整个的一个行情呢并没有那么乐观，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我的一个这个方式呢，我会去减仓的。 Lucy 已经减仓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只是说用我的一个小部分的一个灵活仓位呢去参与一些短线交易。像这样的一个布局，或者说大部分的一个资金呢，我还是出来先等一等整个的一个纳指走平稳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要做计划的话，如果它能走出这样的一个阳线，突破我们几个位置重要的一个位置，比如说像22,656和22,900这个位置的话，那我相信呢彩虹带是这样的一个放大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它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突破走势的话，那我想它如果是在下方这2个区间之内运行的话，那这个位置彩虹带就一定会出现这个变字了。到那个时候呢，还算是一个比较弱势，而且呢它进而会变成一个空头趋势。那这呢就让我们的一个这个仓位就比较被动了。所以近期呢最好是把这个仓位降一降，然后呢观察一下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区间。
那我们保守一点呢，先估计啊，它在这个方向去运行。那如果说在这个区间运行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交叉变字的话，那其实呢，对于纳指的一个对冲的品种，像 SQQ 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把它放到自选股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有给大家去写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盘前广播呢 ，Lucy 有给大家去写到一段文字描述，我们来看一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学员呢是看得懂我们的一个文字描述。那我们给粉丝朋友也看一下啊，就是说收盘是站上了这个位置，腰部的一个位置22656，但是2天的一个极端走势啊一步到位。那这种走势的话是需要预判，你才能精准的抓住节奏。比如说在盘中或者说快收盘的时候，你能去预判，提前的去抄底或者说逃顶。那目前的话，这个消息面呢就是没有缓和的一个迹象，但是在不断的这种就是条件的一个这个出牌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市场就靠什么？靠这个合作消息啊，或者说这个星际之门的这些公司呢去这个轮番的拉升。为了避免我们这种就是判断错误造成的失误，比如说我们判断是下跌的，结果它上涨了，这种反向的，那我们的一个仓位呢就是要有必要的去控制一下，我们最多呢还是要留有一些现金。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行情弱势的话，分水岭，那我们彩虹带就要这个收缩的一个迹象，要去提前呢去这个想象一下它的一个情况。那从这个交易呢，现在这个操作来看的话，还是要谨慎一些，非必要的时候呢，可能如果说它向下的话，大家要知道就是用这个 SQQ 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对冲。当然呢，你的这个反向的一个 ETF 的一个仓位呢也不要太重。这个呢是盘前广播的一个这个讲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纳指啊，我当时呢就跟大家去讲了一下这个走势，那包括今天呢它未来的一个走势也给大家去分析。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 MACD 现在有一个红柱放大的一个这个迹象，所以说呢我们暂时先把它向下向下呢去看，向下看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把这个仓位减一减，然后呢对冲一下。那这个呢是从纳指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股票呢要怎么去操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特斯拉最近它的一个走势真的是它在一个这个箱体张运行。那我们说它在上方呢，你像超过这个450这个位置只出现了1天2天之后呢就跌下去了。所以说我们把近期的一个这个走势呢，还是要去仔细的一个分析一下。当然我们最极端的一个防守位置就是416.5这个地方，它只有上个星期五跌破了。后续呢2天在这个纳指的一个反弹过程中呢，其实特斯拉走的比较谨慎，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它有点走出了一个这个三角形的一个上边界。那我们就要去分析了，特斯拉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我们要等多一根阳线出现的话，那它就是选择了一个向上拉升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大家就要知道，它出现阳线的话，我们是要跟进的。那这个呢是特斯拉。当然我们之前也教过一个方法，就是说它这个地方的一个筹码峰，如果说它能上去出现一根阳线，那盖到至少它这个位置吧，这一根阳线去这个突破的话，会是一个好的一个信号。那它就是选择了一个向上。那这个价格呢是453块2毛5这一根 K 线。那如果说它不能，那就是说跌破了416呢，就是向下的一个信号。那大家呢也不要太这个执着于说这股票它一定能涨。这个呢是特斯拉。当然现在有一个好的迹象是什么？它的 MACD 这2条线比较接近于0轴了，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当然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都是一些机构在博弈了，我们散户的一个这个筹码呢是微乎其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盘前广播呢，昨天是有写到，其实它这个里面呢，我有提到，就是说看到消息面，因为它的一个震荡，我们现在已经说是在一个箱体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那像这个木头姐再次提及了，昨天看到消息面，它的一个这个5年10倍的一个说法呢，它的目标位置定在的一个2000，那当然现在才416这个位置呢是相差甚远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像特斯拉呢，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就以这个416低位去做防守就可以了，也是周线的一个结构9的一个位置，现在没有跌破。那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它周线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现在位置呢不要太重，就是仓位。那你中长线风格的话，你现在底仓是不用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呢，是特斯拉的周线，你从周线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是在这个防守位，是在这个9号 K 线这个位置。那我们说今天是星期三，然后呢它的一个 K 线呢就又收回来了，等于说它现在股价是在这个地方震荡。那它震荡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能把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拉起来的话，那它终有一天呢是这个周线也能跟这个彩虹带呢会有一个交界，那再出一个阳线的话，那就是比较完美
比较漂亮了，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出现一个止跌信号啊，进而拉升。那这个呢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SOUN 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这只股票呢，其实之前啊有我们的粉丝朋友呢是问过啊，想让 Lucy 去分析一下。当然呢，这个也加入到我的自选股里了，因为毕竟啊，它在这个地方呢是沿着彩虹带的一个上行。那么在昨天呢，其实 Lucy 有在这个盘前广播里啊，有跟大家去写到这只股票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这个向上的一根有上影线的，有一点像仙人指路的一个走势的 K 线呢，它是满足了我们的一个倍量骑牛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战法。所以说呢，我们来去看一下啊，我是在这个地方呢去给大家去画了一条线啊，就是在这一根 K 线的一个最低点呢，我们去画了一条线啊，它是18块2毛9这个地方。那我给大家去讲了，我说它这一根这个阳线呢，正常来说它第二天就可以买的，但是第二天买了之后呢，上个星期五它是有破位的啊，正常情况呢是要卖掉。但是啊，因为这个特殊情况呢，我们要特殊的分析，等于说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是一个止跌信号，那它在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上方出现止跌信号，包括啊这个阳线呢，其实最终呢是没有收复掉这个最高点，那它的一个过程中呢是站上了18块2毛9，所以说它符合我们的一个第二买点的一个这个分析。那我就给大家去提示了，说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跌破18块2毛9，那它出现了一个阳线的话，就是我们上车的一个点。那给大家看一下昨天它的一个分时，等于说它最终呢，它开盘的时候也没有跌破，那它沿着这个黄色的一个均价线呢，它出现了一个拉升，然后呢回踩之后没破，继续拉升，最终它高点的时候呢是去到过12%。所以说这一只股票，如果说你跟上了 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的话，那你至少会看懂我的一个这个思路。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像 SOUN 呢，我有一直在跟踪它其他的一个这个信号都比较满足条件，比如说 MACD 呢，它是一个0轴上方，它的一个止跌信号呢是在紫色飘带，而且呢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呢也是在这个强势区，包括我们的机构资金呢也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动作，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就已经超过25了，有蠢蠢欲动的一个信号，所以说我们结合 K 线呢就走出了这样的一个日内12%的一个收益。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是这个在这个位置啊 SOUN 这只股票昨天是第一次写到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那像10月8号这一天冲高回落，所以说文字呢是描述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就是说它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机会，那我们说所有都满足条件，然后呢18块2毛9作为防守，那我们可以进行低吸，对不对？那如果跌破呢就及时止损嘛，因为它没有差多少，开盘的时候也就是18块4毛7，所以说呢顺势上涨的话，你就可以继续持有了。等于说呢昨天看到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的朋友呢，那你就知道 Lucy 的一个这个分析了。那目前为止呢，咱们 Lucy 的订阅粉丝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那 Lucy 给大家讲解一下。那这个文字版呢是我们财生频道的盘前广播，那 Lucy 呢会给咱们的一个新订阅的一个粉丝朋友呢一个体验的时间，那就是15天的一个体验期，这里边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一些股票机会啊、交易思路，包括参考价位。那如果说你是新加入的，那你可以去领取这个福利，可以去找到我的助教老师领取。那第二个福利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分析的一个课程，像视频里面讲到一些方法呢，我们都会在这个内部的课程里面去给大家去介绍。那我们本周呢是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为大家讲解的量化精确交易的一个模型，这个明天的一个交易模型透视筹码奥秘呢10月16号上午10点是由 Lucy 主讲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想要学习这个课程的朋友，你也可以去找到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给他发送个口令，口令是15数字15，就可以领取到这个课程链接了，包括这个体验的一个广播的一个频道链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那近期的话 Circle 呢一直是在 Lucy 的一个自选股里跟踪啊。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也给大家讲了，上条视频呢其实我们已经很明确的说，这个132块7毛5它是一个不破的一个位置的话，它是一个第二买点。当然呢昨天是这个 Circle 跟着这个 B 股他们的一个这个走势呢是出现了一个回调，而且呢就比较接近于这样的一个价位了。
但是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死叉，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等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它最好是站上这个趋势线，那我们可以确定呢它第二波的一个拐点。所以说啊，今天或者说本周的一个后续的一个交易日呢就比较关键了。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能出现阳线，比如说反包掉一半这个位置，或者说站上趋势线这个地方，那价格呢大概是在这个140左右，那大家呢是可以跟进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那如果说你之前有底仓的朋友还没有出，那你在这个地方呢就要等一等了。如果说它真的跌破了132的话，132块7毛5，那你就还是要先出来的。那如果说它只是在这震一震，那你先不用啊，它的一个这个分界点是在这儿。那如果说出阳线你再去跟进仓位，那也是可以的。那 Circle 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对来说啊走势是比较弱的，但是只要它在这个地方震荡的一个时间够长，它没有出现这个跌破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我相信它的一个上涨是这个比较容易的。所以说呢 Circle 呢近期还是要再等一等时间，或者说我们不能用太多的一个仓位。当然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啊这个位置呢，它的龙线是向上走的，而且呢它如果一旦穿过零轴的话，它去到加速区，那这个走势就漂亮了。那我们接下来呢 Circle 的话还是可以继续跟进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这张图表呢是 Coinbase 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Coin 呢最近我没有去这个写这个盘前广播，但是呢啊，近期我们的这个财神朋友啊，包括啊咱们的粉丝朋友呢可能会有。那我来说一下，其实 Coin 呢最近它出现了一个这个机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在上一轮的一个反弹过程中呢，是从这个蓝 K 开始有这个机构低吸，包括一根阳线呢是上穿了彩虹带，那出现了一波拉升，一直到这个结构9，当然呢它跌破之后就是我们出场的一个标准，但它现在呢又回调到了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中轴附近，包括呢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回调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死叉，当然这个位置呢也不算是一个止跌信号，但是我们要看它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下方呢是一个趋势线，包括它的机构成本线都在下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些筹码呢它是机构买入的，所以这个过程如果说一旦在这个彩虹带或者说趋势线上方的话出现反包的一个阳线啊，或者说跳空的一个阳线啊，再出现拐头的时候，那 Coinbase 呢是一个机会。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知道 Lucy 都是做一个预判的啊，说这个提前呢去发现，然后呢去跟踪。当然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右侧，就等于说它在这个地方出现阳线的话，我们再去跟进它是不是在这个筹码的一个上边界发出了一个信号。所以说 Coinbase 呢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机会的。当然我们也要结合这个比特币，因为比特币呢最近我发现它在这个170日均线的一个上方呢是有一点弱势的，它是出现了一个阴线。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啊，就是说如果跌破的话，那我想这个 Coinbase 可能还要再等一等这个时间。所以说从股票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等多一个信号。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是大概是330左右，330左右呢是可以关注一下 Coin 的一个情况的。那它在这个下方啊，它这个下方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端倪的，等于说这个机构资金啊来了第一波，那它有没有结束？现在我们从龙头引力看的，聪明资金并没有走。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如果说它还能在这个位置啊，比如说调整2天，它的一个位置呢是出现这种放大的一个迹象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再去跟进的。所以说呢，其实我们有比较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和机会。那这个就是 Coin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那 PLTR 在这个位置跟这个特斯拉是差不多的啊，它在这个地方震荡了快1个月了，它的一个股价变化呢，其实它迟迟没有突破这个190，还是很可惜的啊。这个时间上呢是拉长了，而且呢它是不断的这个刷新低点，这个是比较这个有问题的。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啊，可能会跟这个整个的一个消息面呢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我们的一个交易呢，从技术分析角度，其实参考呢很简单，就是9号 K 线啊，这个176块7毛1比较重要，它跌破呢，那我们肯定就不能去参与了。如果说突破呢，上方是190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个位置呢是比较明确的。那现在呢，彩虹带有一点收缩的一个迹象，它能不能出现变字？那它下跌的话就肯定会出现。如果说它能有一根阳线上去，就不会出现了。当然现在呢，这个底部从这个150的这个位置的筹码呢有一些松动，所以这个位置啊，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下。那 PLTR 如果在这个地方上不去，它下来的话，其实可以去做一个这个空头 ETF 的一个对冲。当然这个位置现在不是这个，现在 Lucy 不是建议大家去开仓，但如果说它这个位置出现一根阴线的话，你是可以考虑的。
那这个呢是 PLTR。当然在这个地方呢，不光是它的一个 K 线的一个弱势啊，它 MACD 也是比较弱势的。你看这个位置呢，金叉也插不上，那红柱呢也会放大，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就市场的一个这个资金呢选择可能会有一点弱势，而且呢它的一个这个机构资金有一点撤退的一个迹象，所以不管从这个筹码来看，或者说我们的一个资金这个空盘图来看的话，都有一点点这个弱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如果说它真的出现了这种我们说看到的这种阴线的话，你是可以稍微的去做一下这个对冲的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走势图。那这个过程啊，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建议这个减仓的话，其实现在看来的话，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卖出的一个高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它要回调的话，其实呢也有这个就是可能性。它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它回调的话，我们上一次的一个视频啊，我们一直在讲说，它如果说踩到中轴的话，我们呢就要去再等一等了啊，就是说它现在没有出现止跌信号，那我们就要等多它的一个机会。那它的 MACD 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死叉的一个动作，包括呢这个龙头引力的这个位置呢是一波这个拉升的话，它肯定要休整一下的，等于说资金没有出来，但是呢它如果说回落的话，那肯定股价也会出现回落的。这个过程呢一会儿 Lucy 会教大家如何去买进。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资金控盘图啊，它会有一些这个从这个50降回到25的一个区间，所以说呢它如果说下降的话，我们从 K 线上来看呢，我之前也提醒过大家说，在这个地方你先出来，没有说信号的话先不能买进。那它什么情况下出现买进呢？这边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它现在是一个跳空，这等于说这是一个跳空缺口嘛，然后这是出现了一个阴线。那我们如果说有彩虹带，或者说你看懂彩虹带的一个区间的话，至少说啊，它这个阳线是什么呢？出一个阳线包掉前面这个阴线，那是不是这根阴线？如果说今天还走一根阴线的话，没关系啊，我们就以下边这个阴线为去参考。它什么时候走完阴线结束出现阳线的时候，它盖过了这个阴线的高点，我们就可以买进了。这个呢是 CRWV 接下来的一个情况。那我想啊，它的一个股价呢，像148块7毛5这个位置呢，肯定不是终点了，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彩虹带已经出现了，机构资金在这个位置呢也会震荡的去这个摊低成本。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如果说想要做这只股票，或者说比较这个熟悉这只股票的话，那这个方法呢就Lucy 教给大家啊，你可以去在这个地方啊，去反包掉的时候呢，去买进啊，等多阴线和阳线的一个组合。那这个呢是对 CRWV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